影片上面看到的是日本 NHK 电视台为丰田制作的纪录片《变革现场》。片头，丰田社長丰田章男語重心長地反思道：一旦我們內部覺得自己已經很完美，不必再向競爭對手學習，那麼從產生這個念頭瞬間起，豐田就已經開始衰退。紀錄片中有個很打動人的場景，幾件工作服被整齊地掛在衣架上，鏡頭掃過空曠的豐田辦公室。本該是休息日的一天，卡羅拉的設計師們卻在加班討論新一代產品的輪毂方案。另一位同事打開今日工作計劃，日程已密密麻麻排到了晚上9點。他對着鏡頭苦笑道：我聽說中國的同行都工作到10點以後。焦慮、拼命變革的情緒籠罩了每一位豐田總部的員工，因為他們心裡清楚，如果豐田輸了，整個日系車就完蛋了。豐田的供應商們已經感受到了真正的寒意。豐田總部所在地周圍50公里內建有大大小小近萬家供應商企業，他們通過交叉持股、標準綁定長期訂單，與豐田深度融合，在長達70年的合作中，共同構建了一套穩定海外、高利潤的產業生態。這套生態反哺給日本工人的是高質量的生活水平，從育兒、購房到醫療、養老，提供全方位的兜底。為了感謝豐田對當地做出貢獻，這座城市甚至將名字改成了豐田市。如今，這套密不透風的供應體系已經出現了第一道裂痕。2024年，32家日本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申請破產，同比增長33%，創下近10年的新高。一級供應商的日子也不好過，變速箱霸主愛信集團大幅下調了2026年的利潤預期，三菱集團乾脆剝離了汽車零部件的業務，以保持股價的穩定。一位供應商抱怨道：以前豐田只拿我們的貨，現在他們說如果我們不肯降價，就換中國供應商。在一海之隔的中國土地上，以長三角、珠三角為代表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集權正在成片的崛起。豐田市用70年積攢下的產業集權，規模與浙江的一座縣級市瑞安差不多。瑞安聚集了6000多家汽車零部件企業，過去他們是廉價的代名詞，現在已面向全球供貨。這項標準已經得到特斯拉、比亞迪等諸多一流車企的認證。2024年，在東京舉辦的一場汽車零部件博覽會上，來自瑞安的供應商一舉拿下了2億美元的訂單。相比於日系車企的慢工出細活，長三角、珠三角的供應鏈主打一個快速迭代。一家車企想要修改某個零件，供應商當天就能派人來協同，第二天就能出樣。想換一個供應商，高鐵1個小時車程內能夠找到幾十家備胎。日產 CEO 曾表示，日產研發一款新車的周期大約需要55個月，而中國同行只需要24個月。過去我們常將品質驗證作為拉長研發周期的借口，但是如今中國車在質量上和我們已經沒有差距了，唯一的出路是學習中國人生產汽車的方法。在向東風汽車學習 AI 輔助開發後，日產在設計與測試環節已經大幅壓縮了傳統物理試錯的時間。目前該技術已經覆蓋包括英菲尼迪在內的90%的在研車型，預計將在今年4季度推出首款應用中國方法論開發出的新車 Skyline。本世紀初，比亞迪剛造車時，王傳福組織內部員工學習豐田的精益生產，他震驚於豐田每一顆螺絲都實現了標準化，誤差在毫米內。今年本田 CEO 參觀了中國供應商後，同樣陷入了震驚。他說自己沒想到中國企業的 AI 水平已經這麼高了。中國工人像生產智能手機一樣生產汽車，而日本工人還在生產翻蓋手機。與日產學習中國用 AI 造車不同，豐田乾脆直接全套使用中國供應鏈。去年合資車銷冠豐田 BZ3X， 其中90%的零件來自中國的供應商。激光雷達是何塞的，電池是中創的，語音控制是科大訊飛的。日媒略帶諷刺的表示，這就是一輛披着日本皮的中國汽車。但這輛車確實好賣，17個月狂攬11萬輛，連續10個月登頂新能源合資車榜首。有傳言稱，豐田內部已經考慮將 BZ3X 推向全球市場。如果傳言成真，這對日本本土10幾萬家供應商來說，無疑是凛冬將至。2026年，全球100大汽車供應商名單中，中國企業數量已經從10幾年前的1家增長至17家，而日本從29家下降至23家。日系車不可戰勝的生態神話正在被解體。為何日系車供應鏈會陷入如此被動的局面？根源在於豐田在於電動化的態度上的左右搖擺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豐田章男曾大筆購入過特斯拉的股票，並對當時還未量產的電動車表現出濃厚的興趣，與馬斯克深度交流過相關的技術。可是後來有一段時間，特斯拉的汽車頻繁出現自燃事故，動搖了豐田章男轉型的決心，隨即拋售了所有特斯拉的股票。馬斯克還有一些不高興的表示，豐田會後悔的。果然2022年，隨着電動車性能越來越強，豐田章男有點慌了。在歡迎新員工的儀式上，他特地搬來了一輛燃油車，讓人在車裡空踩油門，發動機在現場傳出陣陣轟鳴。豐田章男隨即說，請大家記住這個聲音，未來的汽車不會再有內燃機了。但是舊的燃油車供應商不願意跟着轉型。2023年，豐田章男又開倒車，說看不出新能源汽車哪裡環保了，燒煤發電還不是污染環境嗎？此外，他還警告，如果禁止燃油車生產，日本汽車產業將流失550萬個工作崗位。幾番拉扯下來，豐田錯失了搭上新能源汽車東風的機會。等完全醒悟過來，中國貨輪已經滿載着一輛輛嶄新的汽車湧向全球市場了。在 NHK 紀錄片的最後，豐田召開了一場高層
審批會逐個點評即將發售的新車型，鏡頭一閃而過，給了中國高管王軍華一個特寫。要知道，過去中國分公司的員工可沒這個待遇，日本車企連設計圖紙都不願意給中國員工看。但如今，隨着中國車企強勢崛起，新能源供應鏈佔據主導地位，豐田也不得不調整姿態，邀請中國高管與會，傾聽來自中國市場的意見。尊重從來不是求來的，而是靠實力爭取來的。雖然日本汽車供應鏈依然強大，豐田依然是全球第一車企，但是裂變已然發生，是融入中國供應鏈還是分庭抗禮？豐田正面臨一道棘手的選擇題。